子妃彩于前行。这就是陆家二姑娘，看着倒是温顺，温顺有什么用？太子殿下心里只有那个柳侧妃，满京城谁不知道？娶她不过是做样子，等着瞧吧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前进！柳侧妃来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你们陆家女儿是嫁不出去吗？非要横插一杠在我和玉安哥哥之间，保护太子妃！住手！任何人不得对侧妃无礼。我叫陆嫣，众人都知我人淡如菊，不争不抢。万爷，却不知我其实是个天生坏种，无奈托生到陆氏这等清流世家，我一肚子坏水，无处安放。直到那年有贵女给长姐的马下封药，我一剑捅死疯马，把马眼珠挖出来放进她餐盘，那贵女当场吓尿，被家族厌弃。还有一次，表哥来府常住，背地里笑我闷葫芦，我把痒痒粉缝进他的枕心，夜里他痒得满床打滚。第二天我端着药膏进门，他红着眼眶谢我。后来逢人就夸陆家二姑娘心善。爹娘求我为了哥姐的前程，好歹装一装，家人待我好，我自然投桃报李，略施小计，就成了满京城皆知的人淡如菊。又在修那盆菊花呢，姑娘真是好耐性。京里都传咱陆家二姑娘人淡如菊，不争不抢，就是太好性子了些。这性子嫁到别家，怕要吃亏。阿嫣，你爹下朝回来了，太子殿下在朝堂那当众提亲，要娶你做太子妃。太子，他的侧妃不是那个土匪之女刘婉莹吗？满京城都知道他宠她如命。那刘婉莹身份低微，做不得太子妃。太子不愿心上人受委屈，千挑万选，选了我这个软柿子。我已当场婉拒，只说阿嫣年纪尚小，性子不够沉稳，恐难当太子妃大任。太子什么反应？什么也没说，但脸色很难看。太子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惯了，这辈子最大的挫折，大概就是不能册封心爱的女人做正妻。如今我小小的陆家还敢拒绝他？老爷夫人，不好了！说，太子殿下赏了8个美艳侍女给姑爷。什么？老爷，大公子被吏部停职了，说是太子殿下亲自下的令。这还不够，寇太子下朝之后亲自上门来敲打我。见过太子殿下。见过太子殿下。陆大人，孤下朝顺路来把话说清楚。太子妃的位分本不该轮到你，入门后安分守己。殿下，阿嫣她性子乖张，睚眦必报，实在不适合入东宫啊。臣妇不敢欺瞒殿下，阿嫣她不是表面这般温顺，她当真不适合入东宫。乖张，睚眦必报。陆大人，你为了拒婚，连这种话都编得出来，还是说你宁可得罪姑，也要保住这个女人？你的大女儿和你儿子呢，都不管了？好家伙，原来我人淡如菊也护不住哥姐。阿嫣愿入东宫，请殿下宽恕阿嫣的家人。这才是姑的好太子妃。狗太子，你最好睁着眼睡觉，否则我一定让你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。坏种守则第1条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婉莹，快保护太子妃！殿下，外头是刺客吗？您伤着没有？有刺客，婉莹替咱们挡了。姑先带他找太医。侧妃伤得重不重？怎么就被马踩了呢？看来气得不轻呢。殿下，您先照顾侧妃，切切没事。走了，太子妃还在这儿呢。姑娘，太子殿下他去东宫，可是殿下他走他的，我走我的。怪不得都说太子对侧妃爱如珍宝，
明明是侧妃闹事，差点伤到太子妃，太子倒好，把他说成救人的英雄。谁人不知太子妃不争不抢，人淡如菊？不然你以为她凭什么坐上这个位置？大婚日就被冷落，往后东宫有好戏看喽！谁人不知我陆烟人淡如菊，不争不抢？马被刺伤，刘婉莹坠马被马践踏之事，就算调查100遍，也不会有人怀疑到我身上。坏种守则第2条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姑娘，太子殿下回来后就一直在柳侧妃院里没出来过，要不老奴去请？不用。姑娘，不等太子殿下来了吗？他不会来了。大婚日，太子不入洞房，您来日在这东宫如何自处？不若老奴说您今日受了惊吓，去偏殿把太子请过来。不要做无用功，嬷嬷。今日大婚我好累，我只想好好休息。好，嬷嬷，你就帮我拆卸一下，让我安心睡一觉吧。唉，老奴在门外守着，万一太子来了，也能及时跟您汇报。穿后鞋。萧玉安若能来，连我都要瞧不起刘婉莹的手段。坏种守则第3条，绝不委屈自己。乃嬷嬷谨慎了一辈子，她不敢看我，说明出事了，而且不是小事。嬷嬷，昨晚柳侧妃院里太医去了几个？姑娘怎么知道？几个？整个太医院都去了。柳侧妃她昨夜查出1个多月的身孕，太子殿下又喜又忧，唯恐柳侧妃和孩子有什么差错，还命人彻查昨底是谁安箭伤人。没想到太子竟是我的知己。刘婉仪纵马伤人是应该的，旁人阻止他伤了他就是罪该万死。这套逻辑跟我的坏种逻辑一样感人，不愧是我的亲亲夫君，当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但我亲自设计的袖剑，他若能查出端倪，我这么多年的功夫就白练了。姑娘，这是做什么？嬷嬷，走，我们去看看婉莹妹妹。坏种守则第4条，走敌人的路，让敌人无路可走。待会儿我若受不住，你就跪下替我说话。殿下，婉莹妹妹的身子可好？妾身听闻妹妹有孕，特来探望。不搭理我，更好。妾身也不愿打扰殿下和妹妹，只是今日是新妇入宫请安的日子，妾身不敢独自前往。世人皆说你陆家女人淡如菊，怎入门第1日就如此多早？怎么，你如此急不可耐，想要跟姑洞房？死太子，你很得意啊！待会儿我就让你好看。殿下，我们姑娘昨夜独守空房，清早起来眼睛就肿了。她是一心记挂着侧妃的身子才来探望的，求殿下莫要羞辱我们姑娘。有完没完？哭丧呢？大早上在我门外哭什么哭？若不是为了护你，我怎会怀着身子受伤？你还有脸哭？妹妹说的是姐姐不好，我和孩子危在旦夕，你还要缠着玉安哥哥。陆烟，你有没有心？太子妃这是跑什么跑？跪下就受不了了，矫情！侧妃大婚日荒唐胡闹，差点伤了皇孙。娘娘命侧妃抄写《金刚经》5遍。姑姑，婉云她……殿下爱重侧妃，就该记长远。这2日的荒唐，淑妃已禀告圣上，孰轻孰重，殿下清楚。这2日姑关心则乱，委屈了太子妃。姑素闻太子妃人淡如菊，必定不会拈酸吃醋吧？妾身和殿下夫妻一体，才怪。但我要看看你们2个能玩出什么花样！
拈酸吃醋有什么意思？狗太子不痛，如何对得起我流的眼泪？坏种守则第5条：打蛇打7寸。可怜见的，大婚日独守空房，滋味不好受吧？瞧着眼睛都哭肿了呢。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陆家满门忠良，你大婚日欺辱陆家女儿，让朕如何面对陆卿？父皇息怒，儿臣堂堂太子为一个妾闹得前朝后宫人仰马翻，你可还有储君的样子？骂得好，但不能再骂了，再骂这艘船就沉了。父皇息怒，殿下昨夜去侧妃院中，是妾身劝的。妾身听闻侧妃有孕，担心子嗣，特意劝殿下去照看。一切都是妾身的不是。殿下重情重义，本是好事，只是关心则乱，这才惹得父皇动怒。往后妾身一定多加劝谏，不叫殿下再出差错。朕懒得管你们这些破事。胡闹也得有个度，若不是本宫提前拦截了这画本子，淑妃那贱人再添油加醋，你这太子之位还要不要做了？你剿匪时攻不上寨子，利用男色勾搭刘婉莹，从内部破寨，很光荣吗？还让人编成画本子满京城传。哦豁，原来刘婉莹是这么来的。陆家乃清流世家，家中子弟皆方正有出息，阿嫣更是女子闺中典范。是儿臣孟浪了。母后息怒，孙子兵法都有美人计，殿下不费兵卒拿下清风寨，消了我大楚心头大患，是大楚之福。但人非草木，殿下于天下大义无损，却过不去心里那关，所以总忍不住多宠柳侧妃些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今日得知侧妃对殿下的帮扶，妾身很是钦佩和羡慕，恨不能多为太子做一些事。尽快让阿嫣怀上孩子，堵住悠悠之口。掀桌子也得有筹码，就当被蚂蚁蛰了。坏种守则第6条：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能屈能伸。姑娘，太子殿下连续月余宿在咱们这儿，柳侧妃那边日日摔东西。摔呗，反正东宫有的是钱。我为大计献身，日日周旋，心中满是痛苦，无人知晓。却有人比我还痛苦，那就是刘婉莹，那个被夺走独宠的可怜人。殿下，您快去看看吧，侧妃腹痛难忍，哭着说要打掉腹中孩子回清风寨，再也不在京城碍您和太子妃的眼了。阿嫣，姑，自从上次被帝后敲打后，太子为了让我怀上孩子，这些日子夜夜留宿，很是辛苦的耕种，倒也算勤勉。殿下去吧，妹妹身子要紧。姑娘，您就这么轻易让太子走了？这多好的机会啊！正好，我想一个人睡，清静。刘婉莹自幼被独宠，骄纵惯了，孕中多思，眼睁睁看着萧玉安跟我日日洞房，她如何能忍？而我也是时候怀上了。姑娘，嘘，去请太医，悄悄的。是。恭喜太子妃，您有喜了。有劳太医，此事臣明白，臣只告诉太子妃一人。嬷嬷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姑娘，殿下被皇后娘娘的人带走了，琳琅姑姑带人去了柳侧妃院子。走，去看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
玉安哥哥若知道你杀了我们的孩子，绝不会放过你。你蛇蝎心肠，不得好死！你以为除了我腹中的孩子，你就能安枕无忧了吗？玉安哥哥爱我，你永远比不过我。日后你生的孩子，也比不过我的孩子。我严重怀疑刘婉莹脑子有病，不然怎么都开始说胡话了？侧妃还做梦呢。我们娘娘说了，侧妃天真烂漫，生孩子会错磨掉侧妃身上的纯真，所以令奴婢在这味堕胎药中加了绝子药的成分。你说什么？奴婢说，侧妃日后再也生不出孩子。绝子药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对姑最爱的女人动手？玉安哥哥，是陆爷，陆爷害了我们的孩儿，他还给我下了绝子药。陆烟，这就是你的人淡如鱼！你居然敢害皇孙！你还给婉莹下了绝子药！陆烟，为什么？就因为婉莹多次从你处叫走姑，你就要这样报复吗？妾身若说，妾身对此一无所知。殿下可信阿嫣的话。坏种守则第7条，根据不同场合，随时随地编瞎话。殿下，全京城谁不知道太子妃自幼不争不抢，人淡如菊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孩子，又怎会对别人的孩子下手？你怀孕了？我有了身孕。殿下，娘娘料到您会冤枉太子妃，责难奴婢，特意让奴婢带来口谕。娘娘说，若听完口谕，殿下依旧觉得奴婢有罪，奴婢甘愿受罚，但此事与太子妃无关，殿下不可迁怒于她。送侧妃回院，叫太医。说吧。柳侧妃屡次以腹痛叫太医，淑妃在皇上面前添油加醋，说您身子不行。皇上选继承人，子嗣和身子骨都极为看重，若纵容下去，娘娘和殿下多年筹谋都将付诸东流。可那是我和婉莹第一个孩子，是我期盼了那么久的孩子，你们怎么能不经过我就杀了他？太子，娘娘做这一切都是从大局考量，您怎么就理解不了？就算婉莹这胎不稳，母后不得不除掉，那为什么要喂绝子药？为什么？婉莹为我背叛整个清风寨，为了我失去所有亲人和倚仗，她比谁都在意我，爱我。你们为什么要断送她最后的希望？蠢货，亏我前些日子还把她引为知己。她跟刘婉莹之间隔着的是清风寨几百条性命，如今刘婉莹被恋爱冲昏了头脑，自然被她牵着鼻子走。但人这一生太漫长了，难保有一日，他不会消耗尽刘婉莹对爱情的热情。当爱情的屏障消失，赤裸裸的现实处在他们之间，他怎么保证刘婉仪不会恨他？皇后娘娘稳坐后位这么多年，又如何能容忍这样一个不安分的人生下皇室血脉，为日后埋下隐患？姑娘，琳琅姑姑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说了这么久，太子殿下一句都没听进去。坏种守则第8条，永远别高估男人的脑子。去东山，备车。为缓解刘婉莹的心情，萧玉安整日陪着她游山玩水。今日去东山酿杏花酒，明日去南溪集山泉水。为博刘婉莹一笑，萧玉安更是听取幕僚张三的建议，搜寻刘婉莹家乡的戏班和手艺人，命他们日日表演给刘婉莹看。姑娘，御史参奏太子耽于喜乐，众大臣意见颇深，
传信给父亲和大哥，不惜代价引发换太子风波。是。太子，本宫给你2个选择：皇位还是刘婉莹。母后是让儿臣亲手杀了自己的爱人。蠢货，我是让你暂时先冷待他，把他的院门先关了。可儿臣已经很对不住婉莹了。母后，您曾经说过，女儿家的心思很单纯，但也很脆弱，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儿臣好怕，来日登高望远，却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。狗太子，本太子妃身体康健，你咒谁呢？但我和我身后的陆家，如今都绑在狗太子这艘船上，暂时萧玉安还不能出使。娘娘，婉莹妹妹是殿下在意之人，妾身不想让殿下不舒服，不若就让妾身做个保，帮着一同约束殿下和妹妹，求娘娘再给他们有情人一次机会。阿嫣，你不负人淡如菊这称号，来日论功行赏，姑绝不会忘记你如今的大度和宽容。婉莹知道自己人微言微，不讨父皇母后喜爱，但我刘婉莹丁是丁，马是马，就算死，我也要揭穿陆烟的真面目。婉莹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阿嫣人淡如菊，不争不抢。刚刚母后要关你禁闭，若非阿嫣为你求情，你哪还有机会这里构陷她？好，好，好！原来我做的一切都是我在胡闹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我刘婉莹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陆烟，张幕僚，您不陌生吧？当初你利用张幕僚嗜赌、急需用钱的弱点，买通他，让他撺掇殿下行荒唐事，陷我于不义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陆烟，为着这些戏班子和手艺人，姑被父皇指责耽于情爱，胸无大志，甚至差点失去太子之位。这一切的诱因，竟出自于你。你有太子妃的尊荣，你有子嗣傍身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你我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萧玉安哥哥，你问这些不是多余吗？还能为什么？陆烟的人淡如菊，不争不灭，都是装的。张幕僚受不住良心的苛责，说出真相后，我就总觉得自从陆烟嫁过来，就哪里都不对劲。顺藤摸瓜往下查，你猜我查到了什么？大婚日刺杀马的短剑，之所以查不出来历，是因为绣剑是陆烟亲自设计，找能工巧制独家定制的。还有被母后诟病的画本子，是他命书生写出来的。还有咱们的孩子，孩子是琳琅姑姑亲手端来的堕胎药，此事确实跟他无关。都这时候了，你居然还不信我？堕胎药确实是母后不得已赏给我的，但凡事都有因果，我只不过叫了几个太医，怎么我胎相不稳的消息就那么巧被淑妃精准利用了？这一切皆因为陆烟买通了淑妃院中的洒扫宫女，一次次不经意的把消息传到淑妃那里。殿下，陆烟此人心机深，善伪装，心肠还毒，若没有他兴风作浪，您和母后何至于如此被动？我到底把刘婉莹想得太弱，竟让她抓到了破绽。您和母后焦头烂额时，陆烟的父兄在朝堂上大肆支持七皇子，我合理怀疑陆家是七皇子阵营的。之所以嫁给您，就是为了报复您曾经对他们陆家的威胁。贱人！走，你现在就跟我去母后那里，姑要亲自给婉莹洗刷冤屈。此遭若不能善了，不仅我，就连父母哥姐都要被我拉入深渊。母后明鉴，儿臣不知侧妃妹妹是从何处搜罗来的这些人，更不知他们为何要异口同声的构陷儿臣百口莫辩。看在你孕育子嗣的份上，待你生下孩子，姑给你一个全尸，你就安心去吧。安息你个大头鬼！儿臣自知今日难逃一死，但儿臣只求母后最后一个恩典，
让儿臣亲自问问这些证人，儿臣平日里到底哪里得罪了他们？谁称你会不会搞鬼？我就在母后和你的眼皮子底下问话，我能搞什么鬼？准。你们跟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构陷我？是侧妃娘娘，侧妃娘娘让我构陷太子妃。小的就是个打铁的，绣剑是什么东西，小的听都没听过，哪会打那玩意儿？求侧妃体恤小的，莫再用前程威胁小的做伪证。奴婢也是受柳侧妃指使，奴婢该死。你们之前不是这么说的，明明是陆烟威逼利诱你们，你们才助纣为虐的。刚刚陆烟给你们下了什么迷魂药？你们被迷得五迷三道。皇后和殿下都在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你们到底在怕什么？不是的，你们之前不是这样说的，肯定是陆烟使了什么手段。来人，把这个疯夫的嘴给我堵上！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不是大哥，你堵着人家嘴呢。你在战场上让我把染了瘟疫的牲畜送到敌军，害得敌军近3万将士死于瘟疫，此乃心狠手辣。你为一面之缘的男人，就能把供养你长大的黑风寨出卖，此乃不孝不义。大婚日，你骑烈马冲向陆烟，若非是为英勇，阿烟的性命都要丧失在你手上。如今你还伪造证人诬陷阿烟，害姑差点失去嫡长子，当真是蛇蝎妇人。我可是天生坏种，威胁人这种事，刘婉莹能有我有经验？娘娘，今日真是吓死老奴了。只是那铁匠孙女的荷包、宫女老母的发簪，您都是什么时候去收集的？坏种守则第9条，把任何事往最坏处想，并未为筹谋。我既然敢用这些人，必然会提前捏住这些人的软肋。恭喜太子妃，是位小世子。阿佑，你叫阿佑。从今往后，母后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一个刘婉莹，令萧玉安元气大伤，反而把满腔心血都放在了朝堂上。当初我和父兄布下的棋局，在这一刻才真正发挥作用。嬷嬷，这封信送给父亲和大哥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在朝堂上宣扬太子耽于美色，引发换太子风潮。姑娘，这万一太子倒了？太子不会倒，人越老越怕有人觊觎他的位子。七皇子的人越闹腾，皇帝就越护犊子。废了，姑彻底废了！满朝文武，折子全在称颂老妻，说他有什么太宗遗风。姑在他们眼里，就是个被女人耍得团团转的废物。姑是不是真的不配做这个太子？殿下，妾身听说七皇子今日又上了折子，妾身不懂朝堂的事，只是忽然想起小时候见过一件事。有2只鸟争一个巢，争得最凶的那只把巢都撞翻了，另一只早早飞走了。后来撞翻巢的那只被路过的猫叼走了，飞走的那只在旁边的枝头上看着。殿下，鸟巢翻了对鸟来说是灾，对站在旁边看的人来说未必。你
在教姑做事？妾身随口说的，殿下别往心里去。陛下，太子殿下纵容侧妃作乱，前有逼宫毒害，后又耽于戏乐，不理朝政，实乃德不配位。反观七皇子殿下，聪慧过人，惜民如子，隐有太宗当年之遗风，乃我大楚之福啊！臣等恳请陛下为大楚江山社稷算，换立贤主，为霸主换立贤主。儿臣请辞太平之位。儿臣天居太子之位，本就是为了帮父皇分忧，宣念立七弟为储君祠。如今七弟能力比我强，更受百官拥护，儿臣乐意退位让贤，正好腾出时间好好孝顺父皇。圣上，太子既然主动请辞，可不顺应民意，改立七皇子？陛下饶命啊！干脆我萧氏的江山拱手让与你张家得了。陛下息怒！张家老太爷以死谢罪，张家嫡支举家迁回山西。如日中天的七皇子党偃旗息鼓，萧玉安这一退，退得比谁都值。你看他，好小子，有姑当年的风范。殿下，这盘龙玉佩乃是父皇贴身之物，怎可轻易赐给阿幼？父皇病重，太医说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这玉佩是父皇昨日清醒时特意恩准赐给阿幼的。阿幼，过来。阿言，等姑定不负你。皇驾崩了！皇驾！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萧卫安登基为帝，我成为皇后，阿幼被册封为太子。娘娘，太后今儿又咳了一夜。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说，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萧玉安登基3年，母后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我知道她在撑着，多撑一天，萧玉安头上就多一天紧箍咒。玉安，答应母后，母后走后，你万不可再任性妄为。母后，儿臣答应您。阿言，
你比我看得远，替我看好他。母后放心。母后，这是我在宫中流的唯一一次真眼泪。皇太后是整座皇宫里唯一真正约束得住萧玉安的人，她一走，牵制萧玉安的最后一根绳子断了。大丧期间，萧玉安像被抽走了魂，我以为他只是悲痛。等一下，你抬起头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不是悲痛，他是被关在笼子里太久，忘了怎么飞。他怀念刘婉莹带给他的欢愉和刺激，开始找替身，一个又一个。是，撤下。这个嘴唇不对，婉莹的嘴唇比这个薄。娘娘，那些替身仗着长得像刘婉莹，在宫里横着走。昨儿一个替身竟然做了凤座，说她才是皇上心中真正的皇后。娘娘，您就不生气吗？各位姐妹辛苦了，本宫管不了陛下的心，但管得了各位的分力。谁少了你们1000银子，只管来找本宫。谢皇后娘娘。姑娘，您当真不管？我本就懒得应付萧玉安，他找他的替身，我过我的日子。本以为我们至少能这样相敬如宾一辈子，谁知他宠替身上头，竟觉得二皇子是刘婉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转世。朕今日又去看了老二，那孩子的眉眼越来越像婉莹了。朕觉得老二是婉莹当年失去的那个孩子转世回来的。阿言，你我都亏欠那孩子，朕想把阿幼的太子之位让给老二，也算全了朕与婉莹的情谊。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不咋地，并且我觉得你活够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将这无色无味、绝不会让人查出端倪的药，一点点掺进萧玉安的餐食，怕剂量不够，我又让人勾着他炼丹。权力越高的人越想永生，萧玉安不可能不上钩。丹药加上我的料，不出3个月。朕是不是不行了？皇上只是累了，歇歇就好了。婉莹，婉莹，陛下驾崩。他以为自己是皇帝，他只是我棋盘上的一枚棋子。坏种守则第10条：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母后，儿臣害怕。阿幼，从今日起，你是皇帝了，不许怕，母后在你身边。皇上驾到！太后娘娘驾到！太后，否极司臣，国之大计，臣请太后还政于皇上，退居后宫。若太后不允，臣便撞死在这金銮殿上，以死明志。赵御史忠心可嘉，准。吾皇万岁万岁！权力在手的滋味，着实令人着迷，永永远远。
3个御史的血干了之后，朝堂安静了。我喜欢这种安静，我也喜欢大哥站在那里的样子。陆家有这样一根顶梁柱，我这个做妹妹的，在后头做什么都有了体面。启奏太后，南境大旱，灾民流窜，地方官请开仓放粮，减免3年赋税。准。再拨内杠，采买药材、棉衣，一并送去。太后圣明。然国库空虚，臣请加增京中商户30%税费，以补南境之缺。准。准。母后、皇太后，圣上。臣有本奏，按我朝律法，税赋增减，须经3司会审，更须体察民情。京中商户本就力薄，骤然加税30%，恐致百业凋负，民心不稳。此乃剜肉补庄之举，非长久之计。大哥说的对，每一句都对。他还是那个心怀天下、刚正不阿的陆衡，可他忘了国库为何空虚。赏！先帝炼丹修道，广建宫观，豢养替身，赏赐如流水。这些我能说吗？我不能。我要维护先帝的声名，才能稳固阿幼的江山。陆尚书一心为公，本宫甚是欣慰。但南境灾民迫在眉睫，此事就依户部所请，不得在意。太后若一意孤行，臣请辞吏部尚书之位。前头那3个死谏的御史，血还没干透。大哥这是把自己的脖子往我刀上割。大哥这是做什么？为国分忧，何谈请辞？你我兄妹多年，你的脾性我最是了解。罢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退朝。娘娘，大公子他太耿直了。耿直？他是觉得我这个妹妹变得面目全非，配不上陆家的门仪了。传旨让大公子来慈安宫用膳，我倒要看看是我这个太后厉害，还是他这个清流硬骨头厉害。大哥尝尝这个御膳房新做的，南边进贡的笋，鲜得很。阿嫣，你我兄妹不必如此。今日朝堂之事是我冲动了，但为兄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行差踏错。先帝在时，朝政便已多有荒唐之处，如今你临朝，更该拨乱反正，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怎能为了填补国库，便行此杀鸡取卵之策？这些话爹爹也曾对我说过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清流的名声固然好听，却填不饱肚子，更镇不住那些虎视眈眈的豺狼。大哥，你说的都对，可国库空虚，南境的灾民就要饿死。京城商户加了税，只是少赚些，灾民没了粮，可是要丢命，孰轻孰重？国库为何没钱？你我心知肚明。我若追查先帝的旧账，朝堂必将大乱。阿幼的皇位还坐得稳吗？陆家满门青玉，可这青玉能换来几时粮食？能抵挡边关的铁骑吗？阿嫣，你变了。是啊，我变了。从我答应入东宫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变了。不变，我们陆家早就成了旁人脚下的垫脚石。大哥，你安安稳稳做你的清流名臣，我来做那个手上沾满血污的恶人，这样不好吗？你让为兄如何自处？你只需做你自己，做那个百官的楷模，做阿幼的榜样。有些事你不必看，不必问。阿嫣，下辈子别托生到陆家了，找个普通人家，做个普通姑娘。坏种守则第11条，软肋之所以是软肋，是因为你舍不得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过来。母后，今日太傅教了孟子，说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母后，加税于民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我为他请了天下最有学问的鸿儒做老师，却忘了
这些鸿儒教出来的会是一个人君，而不是一个能驾驭群狼的霸主。阿佑，你看，那些商户就像这满城灯火里最亮的一批，我们取他们一点光，去照亮南境那些快要熄灭的灯。你说，这算好还是不好？你记住，做皇帝心要大，要装得下整个天下，但手要狠，要能除掉所有想让这天下倾覆的人。至于名声，那是留给史官写的。我得给我的好儿子上另一堂课了。坏种守则第12条，自己精心培养的棋子也可能成为最锋利的剑，刺向自己。大哥，加税改成劝捐，你出面感召，我在后面推一把。劝捐，说白了还是让商户出钱。名义不同，加税是强取，劝捐是义举。商家出了钱得了名声，朝廷拿到银子不被骂名。若他们不肯，大哥负责晓之以理，至于别的，本宫自有办法。如今南境遭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望先生能伸出援手，捐出些许银两，解救南境苍生于水火，朝廷定当铭记先生善举。陆尚书，非我不愿，只是近来生意惨淡，实在拿不出太多银两，还请尚书海涵。尚书所言极是，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我这就命人清点银两，尽数捐出，为南境百姓出一份力。启禀陛下，京中富商捐款已尽数到位，赈灾款项全部筹备齐全。好，陆尚书劝捐有功，众富商深明大义，南境百姓有救了。陛下圣明，陆尚书尽责，富商一举，南境得救，国泰民安。朝堂暂时安稳，我便将精力放在了阿佑身上。有惩治贪官的，有平衡党羽的，也有构陷政敌的。阿佑要学的不只是圣贤书，看看，儒家的经典要学，帝王的权术更要懂。我亲自筛选了一些卷宗，隐去姓名，让他分析利弊得失。母后，这是贪腐案。涉案官员铁证如山，但他门生故事遍天下，才能卓著，是治水的能臣。杀还是不杀？太傅说依法当斩。母后没问太傅，母后问你。先留，等他没用的时候再杀。再看这个，娘娘，皇帝陛下又没睡，老奴方才路过，看到他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呆。第几次了？这个月第5次了。阿佑很聪明，一点就透，惩治贪官的，平衡党羽的，构陷政敌的，每一份卷宗他都答得滴水不漏。但他眉宇间的忧愁也越来越重，开始失眠，常常半夜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呆。我知道这是必经之路，从一个被圣贤书包裹的孩童，到一个真正懂得权力君主，这条路注定孤独而痛苦。就在我以为一切尽在掌握时，麻烦来了。京中不知从何时起，流传起一首民谣：金丹玉露催命符，痴情帝王赴黄泉。帘后有鬼影，稚子坐江山。帘后有鬼影，稚子坐江山。听说先帝不是病死的，是被人……嘘，你不要命了？听说了吗？皇帝是被妖后害死的，还把尸体扔进了井里。娘娘，这是哪个天杀的在背后嚼舌根？老奴这就派人去查，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。查？怎么查？把满京城唱这歌的百姓都抓起来吗？那只会坐实了心虚。那怎么办？背后必有推手。七王爷萧明被圈禁，没这胆子。是他曾经的党羽，
那些被先帝打压，如今心有不甘的旧臣，他们想让我惊慌失措，我偏不。不仅不查，我还要大做文章。娘娘，传旨，于万寿山建千伐寺，哀家要亲自如素，为先帝祈福。是，他们想让我慌，我不慌；他们想让我杀，我不杀；他们想让我坐实帘后有鬼影，我就让他们看看帘后面坐着的到底是谁。坏种守则第13条，敌人越是想让你做什么，你越是不能做。先帝勤于政事，积劳成疾，又误信方士，以致英年早逝，朕心甚痛。为感念先帝恩德，朕与母后皇太后将于万寿山为先帝建千佛寺，朕日日为先帝祈福，愿先帝魂归天阙，佑我大楚江山永固。陛下圣明，母后皇太后圣明。陛下圣明，母后皇太后圣明。我要让天下人都看看，我这个鬼影是如何思念先帝、辅佐幼主的。太后，查到了，民谣源头是张家在京城仅存的一处老宅，名单上有当年七王一党的骨干。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编故事，那我就帮他们把这个故事编得更圆满一些。那段时间，我定竭尽所能。太虔诚了。太后思念先帝之情太让人感动了，愿以此生功德，全还先帝在天之灵安息。皇上，臣妾好想你。都起来吧。是太后。大佛的样式就是如此，有劳各位费心了。京中的流言，你听说了？什么流言？大哥指的是？关于先帝驾崩的流言。大哥，连你也要来戳我的心窝子吗？先帝去的突然，我与阿佑孤儿寡母，本就艰难，外面那些人怎么忍心编排这些话来伤我们？阿言，你我之间不必如此。前几日，我府上一个洒扫的仆妇，鬼鬼祟祟要在后院树下埋这个瓶子。我审问过后，他招认了，是张家的人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做的。张家竟然查到了这一步，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巧合，一个他们用来构陷我的圈套？他还招了什么？他说，先帝并非病逝，是被人下了慢性毒药。他还说，这毒就出自慈安宫。阿言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我的好哥哥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还在奢求一个干净的真相。大哥，若这是真的，你当如何？大义灭亲，废了我这个太后，将你亲外甥拉下皇位，让陆家满门给他陪葬吗？若这是假的，是张家联合萧明余党布的局，目的就是离间你我，动摇国本。你今日来质问我，是不是正中了他们的下怀？大哥，真相是什么？重要吗？其实这瓶子我认得，你小时候养过一条狗，那狗咬了我，后来它跑出去，死在乱葬岗，你哭了3天。我在你妆台抽屉里见过和这个一模一样的瓶子。大哥既然都知道了，
还来问我做什么？先帝真的是你杀的？为什么？大哥，真相是什么？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阿佑必须是皇帝，陆家必须是皇亲国戚。为了这个，别说1个先帝，就是10个先帝，也死得其所。疯了！你真是疯了！我没疯，我清醒得很。大哥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一，拿着这瓶子去报官，去宗人府去告发我，赌上整个陆家，赌一个你想要的公道；二，把这瓶子给我，然后回家继续做你的吏部尚书，当今天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南山经之首曰点山，其首曰招摇之山，临西海之上，多贵多金玉。阿言，陆家迟早要毁在你手里。不，大哥，陆家在我手里，才能万事有畅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张家的宅子！宋进公面呈太后。太后，张家在进老宅以为密室藏在书房暗格之后，从中搜出与七王爷余党来往信件，共17封，落款时间皆为先帝在位最后1年。旧信是真的，还搜出龙袍1件，玉玺1方。龙袍绣工粗糙，玉玺是私刻的。龙袍和玉玺自然是我提前让人放进去的，粗糙才好，粗糙才像是仓促赶制的，真假掺在一起，假的也是真的了。信件呢？谁经手的？信件属实，是当年七王爷与张家老太爷往来的亲笔，经手之人已签字画押。人证、物证、口供齐全了。那仆妇呢？已收监，他招认瓷瓶是张家管事亲手交给他，命他埋入陆尚书府中。大哥说的对，张家这步棋走得比我想的要深。瓷瓶是他们查到的，还是他们本就有的，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他们想用这只瓶子杀我，那我就用这只瓶子杀他们满门。送到陆尚书手上。现在，张家必须死，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，是因为他们想做什么。想让天下人知道莲后有鬼影，那就让他们变成鬼。老爷，宫里来人了。臣有本奏。张氏一族
狼子野心，死不悔改。他们不仅散布恶毒童谣，图谋不轨，昨夜更是派遣死士潜入臣的书房，企图将这装有西域奇毒的瓷瓶埋入臣的府中，构陷太后与微臣，毒害先帝。此乃张家死士的亲笔画押，他们暗中勾结七王爷，意图谋逆颠覆大楚，铁证如山。冤枉啊！陆尚书血口喷人，这是构陷。禁军统领何在？臣在。张氏余孽构陷太后，图谋不轨，拿下。张氏一族罪同谋逆，满门抄斩。七皇子萧明教唆同党意图不轨，赐白绫一条，退朝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大楚的亲王，没有先帝遗诏，谁敢动我？铁证如山，太后娘娘说您谋反，您就是谋反。栽赃！我连宗人府都出不去，哪里来的龙袍？陆烨那个贱人要我死，我不服，我是冤枉的。陆恒，清流，好一个刚正不阿的陆家清流！你摸摸良心，晚上睡得着吗？你和你那个妖后妹妹，终将下18层地狱！斩！嬷嬷，茶凉了。清流的名声镇不住豺狼，但恶犬可以。南境秋凉已入库，户部请旨，是否依例减免今年赋税？母后以为如何？准。准。兵部奏报：北境换防，请旨调任3员参将。母后以为如何？准。准。工部奏报：万寿山千佛寺已落成，请旨择吉日为先帝开光。母后以为如何？准。礼部择日，退朝。退朝。母后，今日早朝依旧没有一个大臣敢看儿臣，怕你不好吗？他们不是怕儿臣，是怕母后。怕我就是怕你，没有区别。母后，儿臣想问您一件事。问。当年张家真的谋逆了吗？为什么现在才问？因为这些年都在怕，儿臣想知道他们怕的到底是什么。阿佑，你看那里，那是京城最大的销金窟，每日进出那里的非富即贵。你说，是让他们少喝几杯酒来换南境数万灾民的活路划算，还是为了所谓的律法
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划算。那七皇叔也真的有不臣之心。他有没有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所有人都觉得他有，这就够了。不重要。母后，您的意思是，您构陷了他们？那龙袍、那玉玺、那血手印的供状，全是假的。是，今日我会真的告诉你了。是我让人把龙袍塞进他床底，是我让禁军杀了他满门。张家300口，七皇叔一条白绫，全是母后构陷的。母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活着，就会有人想让他当皇帝；他死了，那些人就死心了。张家也一样，他们编了那首童谣，想让天下人知道莲后有鬼影，我不能让他们活着。可他们是无辜的。无辜？阿佑，今天站在这里的人就不是你我母子，我不这么做。当年被野狗啃食尸体的就是陆家满门，我不这么做，你连问为什么的机会都没有。太傅教了你6年，教你仁义礼智信，教你做圣人。太傅教的对，你要用圣人的标准去要求你的臣子，让他们兢兢业业，不敢犯错。但阿佑，你记住，做皇帝不是做圣人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土。你要用圣人的标准要求你的臣子，让他们兢兢业业，不敢犯错。但你自己必须是一个能随时打破所有规矩的恶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让他们敬你，更要让他们怕你。敬能收获忠心，怕能保住性命和江山。父皇知道这些吗？你父皇就是太想做一个好人了，他想做好儿子、好情人、好君旨，结果呢，被情爱牵绊，被轻易裹挟，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阿佑，我不一样，我不怕这双手沾满鲜血，也不怕史官戳我的脊梁骨，我只怕一样，怕你坐不稳那把龙椅。儿臣受教了。从今往后，他会是一个史书上记载的圣君，而我走吧，天凉了。会是他身后那个永远握着刀，为他扫清一切障碍的不败的坏种。召暗卫统领。是。查，明早之前，我要知道7位大人这些年都做过什么。联名上书，他们以为人多，我就不敢动。人越多，越好。豢养私兵37处宅院藏甲，侵吞赈灾款，白银12万两，与外藩暗通巧取，书信3封。太后，臣2人为官30载，清廉自守。今日早朝，不知犯了何罪，要站在这里受审。2位大人清廉，本宫知道。本宫请2位站在这儿，是想让满朝文武都看看清廉是什么样子。7个联名上书，5位查出了罪证，2位没有。本宫只想问一句，2位与那5位一同署名时，可曾查过他们的底细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诸位大人，回去好好想想吧。母后，边关战报，北疆蛮族犯境，儿臣有一策，联合侧翼乌兰部族两面夹击，以逸待劳。好主意，明日早朝你自己说。母后，儿臣还有一事，暗卫以暗卫监视朝臣，非光明正大之举。暗卫是你的眼睛和耳朵，没有他们，你如何知道谁在背后算计你？可以用制度代替监视，设监察御史，公开巡查。制度是好的，但人心叵测，管不住是制度不够完善，不是因为需要暗卫。你容母后想一想。他要裁暗卫，要设御史，要光明正大，这孩子越来越像他舅舅了。母后，儿臣想问您一件事，母后准备何时还政于儿臣？人淡如菊，这花好看，但凋谢的也快。可它凋了，来年还会再开。他在告诉我，权力可以交接，但该做的事儿不会变。这孩子越来越像我了。本宫垂帘听政多年，幸得诸位辅佐，
圣上仁孝英明，足以亲政。本宫今日撤帘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我以为会不舍，但没有，只有很深的疲惫和一点点如释重负。太后娘娘，陆府送来的家书。父亲病重，日夜念叨阿嫣。阿嫣，爹，女儿来了。阿嫣，够了。太后该回宫了。爹说够了，可我停不下来。这条路从踏出第一步开始，就没有回头的余地。姑娘，老奴跟了您一辈子，从您8岁杀荒马那天起。嬷嬷别说话，歇着。老奴一直想问您后悔吗？不后悔。那您开心吗？有你在的时候开心。娘娘往后别再用那个姜汁帕子了，您的眼睛受不住的。你还记得小时候在这儿练飞针吗？娘看见了，差点晕过去。记得，那时候觉得自己天下无敌。后来呢？后来发现，天下无敌的人最孤独。爹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：阿嫣这辈子活得太累了。回去吧，保重。大哥，谢谢你当年把瓷瓶给我。我没得选。有的，你选了我。这是我和大哥最后一次见面，也是这辈子说话最少的一次，但该说的都说了。追谥母后皇太后为圣义仁德皇太后，以国礼厚葬。母后，儿臣会做一个好皇帝。父皇，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？是你皇祖母住过的地方。皇祖母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呀，人淡如菊，不争不抢，是个很温柔的人。那他为什么种这么多菊花？因为菊花有一个好处，霜降之后，万花凋零，唯有它还在开。你皇祖母说，做人要像菊花。那我也要像菊花。这大楚的江山，姓萧，也姓陆。我叫陆嫣，是个天生坏种。我这一生杀过人，救过人，做过恶人，也护过好人。有3个人，我骗不了自己，也骗不了别人。阿嫣，够了。娘娘往后别再用那个姜汁帕子了，您的眼睛受不住。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但他们选择了我。
阿嫣，你又在鼓捣什么？娘，女儿在修剪菊花呢。太傅说了，君子当如菊，人淡如菊。你呀，什么时候能让娘省等心？娘，女儿最乖了呀。